上次和老黄用灵异邪门 APP Randonautica 做了一个娱乐版用户测试，没看过的记得去看一下，猜猜我们最后发现了什么灵异的东西。今天呢，在上次实操视频的基础上，我们来深入聊一下用户测试，给够干货。用户测试呢，俗称 user test， 也叫 usability test， 可用性测试。首先我们要问，为啥要做 user test 呢？因为当设计师做完网站或者 APP 后，要是直接让程序员花大把时间开发上线，结果用户用完发现，哎呦，你们做的都是什么东西啦，一点都不好用呀，那样团队会死得很惨，设计师可以出门右转领失业金了。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悲剧呢，就需要尽早让用户测试你的设计，及时接纳反馈，调整改善设计，之后再把设计交接给程序员。这样的产品呢，用户反馈和数据表现与预期不会相差太多。那测试笼统分为两种，现场当面的测试或者远程测试，比如用 usertesting.com。那今天我们先来聊带有主持人的现场当面测试吧，这也是上次视频中和老黄一起做测试的形式。一个测试需要3个角色，主持人、用户、观察者。那测试是怎么进行的呢？便于理解，想象下警匪片里审讯犯人的场景，两间房之间隔着一面单向玻璃，一个房间里审讯官审讯犯人，另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，几个 Arthur 躲在单向玻璃后观察记录这一切。User test 就和这差不多，审讯官对应主持人，犯人对应用户。躲在小房间里的 Arthur 呢，就是那几个观察者。审讯官让犯人交代怎么干坏事的，为什么要干这些事。主持人一样，要用户 think aloud， 说出他们怎么使用网页或者 APP 的，为什么要这么用？观察者呢，都是要躲在暗处记录重要关键信息。当然，主持人对待用户那可是座上贵宾啊，和审犯人的态度是完全没关系的。OK， 那现在我们来细聊每个角色。那第一个，首先是主持人。有些公司呢 ，UX 设计师就直接主持用户测试了。大一些的企业会有专门的 UX researcher 来主持，他们要对测试的目的、任务、prototype 和最后提分环节了如指掌。2. 被测试的用户，大企业会直接找专业的 user lab， 按他们的用户群招募被测试用户。小企业或者学生朋友没有预算呢，就可以从亲朋好友下手了。我上次就是这么把老黄骗来做了用户测试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被测试者一定要符合你产品的用户群哦。比如你找自己女朋友来测试陌陌或者Tinder这种 app， 显然就是屁痒了。你找来做测试的人呢，得是以后会用你产品的人。定义这些人群也是一门学问，牵涉年龄、性别、国籍、语言、使用习惯等等。第3个角色，观察者。那观察者是谁呢？简单来说就是围观地，只看不干涉。他们与被测试用户是完全没有接触的。那为什么要隔开观察者和用户呢？一是避免被测试的用户有被围观的那种压迫感。第2是让观察者能够专心做记录。观察者呢，一般是2到3个同事担任的。观察者要聆听被测试用户说的话，还要观察这些用户他们的使用过程，还有表情和肢体动作，实时记录下被测试用户的反馈点，哪里用户觉得不好，哪里用户觉得很棒，消极的、积极的反馈点都需要在便签纸上记录下来，一张便签纸一个反馈点。我们最后再讲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那用户测试中的角色介绍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来聊聊测试的前、中、后3个阶段流程吧。我们以上次和老黄的测试为例，在测试前要做以下准备。第1，定义我们测试的目的，做这个测试是为了验证或者获知什么信息呢？上次视频中测试的目的是为了了解 Randonautica 这款 APP 的用户体验是怎么样的，是否有违反用户直觉的交互问题，是否有趣能满足用户的猎奇心理，用户会不会把经历分享或推荐给他人。第2，定义测试用户。多数产品是要满足特定使用群体的需求，很少有产品是老少男女通吃的，所以要划定一个会使用你产品的用户群体。上次视频中的测试，我们举例设定是18至35岁的安卓或 iOS 手机用户，男女不限，国籍不限，掌握语言为英语或德语。那一次用户测试呢，通常招募5到6个用户。为啥是这个人数？因为一般5到6人就能把这个测试里的80%的 usability 的问题测出来了。即使找更多的人呢，结果也会是差不多的。第6人一般是替补，以免前5个人当中有放鸽子的。3. 测试设备。上次视频中呢，是老黄自己的手机 iPhone 7，有机会能让测试者用上自己的设备，可以使结果更准确，因为这个设备是测试者在其真实生活场景中早已熟悉使用的。陌生的设备会增加测试者的学习成本，可能导致结果产生偏差。比如 iOS 用户和安卓用户
电脑用户和手机用户，他们的使用习惯是有很多不同的。那通常情况下呢，我们还需要将手机投屏，这样主持人和观察者在听用户说话的同时呢，也能看到他们是怎么操作的。另外，还要记得录屏、录音、存档，以便之后能回看。第4个，测试的场景，用户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会是什么场景？比如上次视频的测试场景就是老黄想和朋友一起玩这个 app， 追求点刺激娱乐，探索一下当地。第5个，测试任务，顾名思义就是用户要根据这个任务完成这个测试。上次视频呢，我们让老黄集中意念，一次想着恐怖的东西，另一次想着美好的东西，跟着 APP 产生的坐标来探险。最后要准备的是提问环节，用户完成任务后，主持人需要向被测试者提问来总结和再确认用户的使用体验，问题要与被测试的目的对应。上次的视频里我们已经简单讲过怎么对用户提问啦。那在测试当中呢，被测试者是主角，主持人给出任务和场景后，应当让用户自主操作。用户碰到困难，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的时候呢，主持人要让用户说出他们的想法，说出困惑的原因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别教用户下一步怎么做，因为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主持人的帮助。理解用户为什么不能顺利完成任务，对设计师是很有帮助的。如果用户说出的含义不明确，那么主持人可以重复一遍用户的意思，来确认用户的反馈。在用户说出各种反馈点的时候，观察者要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。好评的点可以加上一个加号，或者写在绿色的便签纸上。差评的点呢，可以写一个减号，或者写在红色的便签纸上。测试完成，用户离开后，主持人和观察者需要一起开个总结分析的小会，可以选个大白板，按照测试任务或者页面划分出区域，在每个区域下，观察者要贴上刚刚记录的便签条，因为观察者之前已经按照好评、差评分开记录了，这样测试中用户提出的优缺点就在这块白板上一目了然了。观察者和主持人把刚刚那些重要的反馈点一起再过一遍，查缺补漏，之后把总结分析的结果整理存档，这样一次用户测试也就完成啦。设计师要根据测试反馈的结果继续完善调整。好啦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还 OK 呢，还是觉得太干了？那记得留言、分享、点赞、订阅哦。下周五我们不见不散。